大家好，我是姐夫。大家好，我是Sunny老师。欢迎来到杰西的世界。耶！今天姐夫特紧张了。今天要访问的是龙叔，我的发型设计师。我就觉得你每次剪完头发，好像都会帅一阵子。真的吗？然后帅1个礼拜，大致差不多。很多东区的名人贵妇，应该是对啊，应该都认识。对刚才跟龙叔聊了，龙叔是短发杀手。刚好就是跟他说，要不要来上节目？他说答应了之后就没剪头发。哦，对，这样吗？他其实等一下想要顺便撸头发。没有是哦。我第一个要问龙叔，我是一个就是很想剪短头发，因为剪短头发跟他的脸型跟他的发质是不是有关系？有关系，是不是？对。如果像我这种脸比较大的，大吗？大很大，很大非常大，我觉得还好非常大。其实就是刘海，对，不要盖住太多。对，你觉得你脸大，我就觉得你只要把它拨过去，适当有比例拉上去就好。好像你看动两手就好，拨过去就好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大家都想要弄头发去盖东盖西的，所以我就不需要。我真的欲盖弥彰，你知道？就越盖越大。对 ，OK。你刚刚说你就不让人家考虑剪短头发的时间2秒。我会问说，好，比说你现在长度到这边，对，那你说，好，剪短到多短？那大概多短？大概到这里。哦，好啊，那我就可以剪掉，就直接剪掉。我先把长度剪掉就。有没有客人会翻脸的？不会翻脸，我已经确定了，然后一刀就下去。以前啊，就是很多很怪的那种发型都是他的。他有一段时间头发超好看，超有型的。然后撸了旁边之后还留了一块红色。对，这是我恶搞的，真的是不会。我所以其实你有没有遇过那种适合某一种发型，还有坚持他不适合的？我会找到适合他的。但是我只有遇过一个，就是硬叫他要剪，不要剪刘海，硬要剪刘海的那种，然后就哭了，他就哭了。有些人就是露脸或干嘛的，然后他这边就会很明显，然后硬要剪一个妹妹头的刘海，所以就变得像小丸子，就会更对。然后我说你确定你要剪吗？他说对，我说剪了不要哭哦，他就哭了。然后说你先哭，我先去哭。所以那最后他还是剪了刘海，我就把它改刘海，就剪更短的刘海。哦，就是那种我们就是比较不穿它，然后就是破裂刘海，对，一刀下去。如果你找一个糟糕的设计师，一刀下去就哭很久。对，那龙叔，你从学徒到成为你可以一手包办这个设计师一条龙，你大概多久的时间？我从发型的话助理3年，然后加当设计师，达到我开始的预期是多加2年，就大概5年的时间。因为5年之后，真正觉得自己可以在进阶学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彩妆啊或干嘛那些再多加进去的时候，就大概就多加3年上去。所以8年。从你开始当设计师开始，然后到现在，始终粉丝有多少？就是一定就是你不管你走到哪里，他都会来接。就是大概100来人吧。100来人是算多还是少？算多。很厉害。对啊。如果以现在这样来讲的话，以我们这种年纪来讲的话，你这到底是怎样？是有多大？是怎样啊？40岁了，40岁才人生。现在很多小朋友都那长江后浪推前浪，你知道吗？你说设计师吗？对啊，设计师是姜是老的辣。好的设计师你会被叼住，就是说一旦你熟悉他的剪法，他整个创造出来，你每次剪出去都有那种你知道超有自信那种感觉，换一个人的感觉，你就不会想换设计师。对，因为我的思考点会知道。你整不整理头发？哦，好，你抓不抓发蜡？抓发蜡。对，你吹不吹干？就是这些都要考虑进去。对，然后跟你手巧不巧？就是这4个都没有的话，就是我也不那我就会说，我就会考虑到唯一的点就是你吹不吹干。所以吹头发也是要有技巧的，对不对？你要吹得好，隔天起来好不好看，或者是你只要早上起来学问好大。对，手都擦的，他也不吹头发，他不吹头发，对。他早上起来啊，所以这学问很大哎。你是说洗完头发吹，然后隔天起来就不需要那个？不需要你，不用到那么的，对，要整理那么多时间。但如果你没吹干，等于你根本就没洗过，隔天早上可能还要再洗1次头才能再。或者是你吹的没有很干，或者没有很顺，早上起来的那个会非常难看。对，龙叔真的很厉害，因为其实每次我来的时候，他的发型其实都不一样。像设计师啊，他常常变发型、变颜色、变长度，什么都会。对，他的头发好多。我本身头发很多，但是我现在刘海是假的。
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有把头发接到这么长，那大家都觉得我长头发很好看，那我觉得头发也很好看，但是因为那时候公司要拍摄一些作秀的影片 ，OK，那我们那时候有设定主题，那我的想法是我不想跟人家一样，那我想说，那我想要就弄长，对，我想要弄长，然后很嬉皮的那种感觉，哇，好赞哦！结果因为疫情影响，所以我大概没拍了。对，我就把它接完之后，我就大概撑了2个礼拜，我就说好，那个反正慢慢把它剪短，剪到这边变包脖头的时候，就变成浩南哥。哦，就是你的陈浩南就对了。上个礼拜染头发染蓝色的时候，我其实有把我的刘海贴片是拿掉的，可是我拿完贴片拿掉之后，其实刘海很短。哦，所以你里面大概撑了2天之后，我觉得我永远少了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又把刘海接回来了。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长，所以你是基本上刘海，前面是假对接的。它可以洗吗？可以洗啊。那你这个不用每天拆下来，它没办法拆，它就固定了，它就固定了。它要用胶去把它切除。说实在的，我真的看不出来，就像假睫毛一样。对啊，就是种睫毛一样的概念。对，你要种上去，就是嫁接的概念。你把你的那个发片跟你的真发用胶接在一起，接什么型都可以。但是要卸除的时候，一样要用卸妆胶。对，没错。哦，那你觉得不适合吗？不适合。你要顾虑到一件事，就是你会习惯这样拨头发的人，或者你很怕热，它其实不适合。如果你会习惯洗头，要戳到头皮的人，也不要，因为你没办法很舒服的做这个动作，你没办法。所以在洗这个要有一个特殊，就是你要必须要有习惯去接洗头，对，它只能洗头，对，那一样可以正常洗头，只要洗这个缝缝，对，缝洗，对。你看。原来这个接法也是有学问的。是的，好吧。今天就看那个龙叔的那个剪工好，因为他剪工真的很，因为他是短发杀手。对，我现在都是只有撸旁边而已。有啊，每次去你那个录你上厕所，你的旁边都那个头发。对，我就通常自己撸嘛，然后通常就是旁边可以，但是后面就不行。意思是我先帮你剪，后面前面不要剪，那你回去再次写录。对了。其实我一开始也很怕拿电推。我一开始学剪头发的时候是用剪刀手推，是因为趋势流行，就是油头开始盛行的时候，不得不让自己好好的认真去学，所以我又花了时间去学电推。现在感觉我会变成油头吗？两侧基本上就是会以那个油头的型为主了。你对于像这样的那种百元理发，还有这种快速剪法的话，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它是市场啊，但是如果今天要追求精致的，就不是对，我可以讲一个最真实的案例，就是最近我的一个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因为他瘦身下来成功了，健身变得好型了，然后就头发我也帮他调整回来，就是走那种就是邻家大男孩的那种型。然后就是有一天他真的热到忍不住了，去他们家巷口剪完头发之后，然后我看了他去玩的照片之后，我就马上说，那个干屌龙是谁？你去快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去按照你的这个头型去做，他就会直接这样上去了，对，它就不会是圆形，它不会是圆形的，它就是一个就是直线这样扁的。像我染头发我记得我除了绿色没染过，其他都弄过。我那时候沙龙10点开店，然后我半夜11点半才出门。正常，对，你要染到这么多浅色，差不多，对哈。大概1个礼拜之后它就退了，然后1个礼拜之后我又再去染了一次，就盖一次色就可以。再盖一次色，设计师跟我讲说，你这个不要太常洗头哦。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泰国5天呢，5天每天头发变一个颜色，因为一直洗，它颜色就一直灰色、蓝色什么的。然后泰国又比较热，对，泰国很热。其实染特殊色啊，尽量避免接触海水、阳光直射，还有洗头。后面头型就是剪出来之后，后面只要随便乱拨。为什么我会说早上起床就是关系到好不好？你那个对，因为我们睡觉起来它会变这样，对，这个塌掉。所以有时候只要起床之后，只要喷一点水在手上搓头皮。搓完之后，它其实就很容易就恢复到那个位置。对，要拨干。它所谓拨干，就一定是顺拨。是的。像这样的发型，不管是放下也好，或者是抓都好看，也是都很往下放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冻龄的。对，就是邻家男孩的那一种。对，往上抓的时候就一个很
这个是一个很今年夏天的那个飞机头的那种概念。耶！欢迎回到我们节目，我是新的主持人，是的。我们现在少一个人，他就刚他走了啦，没关系，那就是我们两个，没关系，我们两个 ending 好了。对啊，就是想好了，对，看一下姐夫，有没有不一样？就不一样啊，你整个就变帅，不知道哪个帅哥经过。好好看哦！我说他的整个后面，他整个型都出来。对啊，头型就好，出来可以出。对啊，要有一个好的那个设计师很重要。虽然你偶尔会去那种百元理发，但是当你要真正有什么场合的时候，一定要找设计师。今天非常谢谢那个龙叔来上节目，那龙叔的资讯呢会在我们的那个资讯栏下会有详细的对会说明给大家。什么脸书、IG 什么都都会做连接，没错。今天谢谢龙叔，谢谢福哥，谢谢桑尼老师。我第一次染红色就是他，就是龙叔。有红色。其实我大概每年啊，就是会有一段时间，会想变发。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在清明节之前。